机器人技术最大的挑战是，人工智能最大的挑战是你的数据策略是什么？你的数据策略必须是什么？这是大量研究和大量技术投入的地方。就机器人而言，人类演示就像我们向我们的孩子演示，或教练向运动员演示一样，你使用远程操作进行演示。你向机器人演示如何执行任务，机器人可以从演示中进行概括。因为 AI 可以泛化，我们有泛化的技术，你可以从那个演示中概括。其他技术，如果你想教这个机器人一大堆技能呢，你需要多少不同的摇操作人员？结果是很多。所以我们决定用人工智能来放大人类演示系统。因此，这本质上是从真实到真实，并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扩展、放大人类演示期间收集的数据量，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让我们来看看。随着机电一体化、物理、人工智能和嵌入式计算的突破，多面手机器人时代已经到来。刚进来。时间由于劳动力短缺，限制了全球工业增长。机器人制造商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缺乏大规模真实和合成数据来训练模型。人类演示是不可扩展的，受限于一天的小时数，开发者可以使用 NVIDIA Cosmos 物理 AI 世界基金会模型来放大数据。Group Dreams 是一个建立在 Cosmos 上的蓝图，用于大规模合成轨迹数据生成一个卷轴到卷轴的数据工作流。首先，开发人员通过在单一环境中远程操作单一任务记录的人类演示来微调 Cosmos， 然后他们用图像和新的指令提示模型生成梦或未来世界状态。Cosmos 是一个生成模型，因此开发人员可以提示使用新的动作词，而不必捕获新的 TLIP 数据。一旦产生了大量的梦 ，Cosmos 就会推理并评估每个梦的质量，选择最好的进行训练。但这些梦想仍然只是像素，机器人从行动中学习。格鲁特梦蓝图从2D 梦生成3D 动作轨迹。这是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模型，格鲁特梦想让机器人以最少的手动捕捉学习各种各样的新动作，因此一小群人类演示者现在可以完成数千人的工作。Group Dreams 让开发人员离解决机器人数据挑战又近了一步。因此，为了让机器人技术发生，你需要人工智能；但为了教人工智能，你需要人工智能。因此，这确实是智能体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需要大量的合成数据生成，机器人技术、大量的合成数据生成和称为微调的技能学习，这是大量的强化学习和大量的计算。因此，这是一个完整的时代。这些人工智能的训练、这些人工智能的开发以及人工智能的运行，都需要大量的计算。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世界上劳动力严重短缺。人类或机器人技术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唯一一种几乎可以部署在任何地方的机器人形式——棕色地带。不一定是绿地，它可以融入我们创造的世界，它可以完成我们为自己做的任务。我们为自己设计的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可以创造一个适合这个世界的机器人来帮助我们。现在，人类机器人的惊人之处在于，如果它成功了，它可能是多才多艺的。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的大多数机器人系统的体积都太小，而这些小体积系统永远不会达到让飞轮走得足够远、足够快的技术规模，以至于我们愿意为它投入足够的技术，让它变得更好。但是人类或机器人，它很可能是下一个数万亿美元的产业，技术创新速度令人难以置信，对计算和数据中心的消耗巨大。
但这是需要3台计算机的应用程序之一。1台电脑是用于学习的人工智能，1台计算机是一个模拟引擎。人工智能可以学习如何在虚拟环境中成为一个机器人，然后也可以学习它的部署。所有移动的东西都将是机器人。当我们把这些机器人放进工厂时，记住，工厂也是机器人的。今天的工厂非常复杂。这是达美航空的生产线，他们正在为机器人功能做好准备。它已经是机器人和软件定义的，现在在未来将会有机器人在其中工作。作为一个车队，作为一个团队，在一个也是机器人的工厂里一起工作。我们必须给它 Omniverse 来学习如何合作。这个数字孪生，你现在有了机器人的数字孪生，你有所有设备的数字孪生，你将拥有工厂的数字孪生。这些嵌套的数字双胞胎将成为 Omniverse 能力的一部分。这是 Delta Digital Twin。如果你看得太近，你会认为它实际上是照片。这些都是数字双胞胎，它们都是模拟的，它们看起来很漂亮。图像只是看起来很美，但都是数字双胞胎。这是和硕的数字孪生，这是富士康的数字孪生，这是千兆字节数字孪生，这是澳航，这是伟创的。台积电正在为他们的下一个晶圆厂建造一个数字孪生。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未来3年，世界各地正在规划价值5万亿美元的工厂，其中5万亿美元的新工厂。因为世界正在重塑，因为再工业化正在世界各地移动，新工厂正在到处建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可以确保他们按时、经济高效地建造好它。因此，将所有东西放入数字孪生中，确实是很好的第一步，并为机器人的未来做好准备。事实上，建设这5万亿美元并不包括我们正在建设的新型工厂，甚至我们自己的工厂也安装了数字孪生。这是数字孪生中的英伟达人工智能工厂。高雄是一个数字双胞胎。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建筑，数百万英里的道路。所以，是的，数字孪生。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切。台湾是软件定义制造的先驱。台积电、富士康、伟创、和硕、台达电子、广达、WeWin 和 GB 正在 NVIDIA Omniverse 上为制造过程的每一步开发数字孪生。台积电利用 MedAI 从 2D CAD 生成整个晶圆厂的3D 布局，并在 Co-op 上开发 AI 工具，可以模拟和优化多个楼层的复杂管道系统，节省数月时间。几乎在实际施工之前就规划新设施和生产线，通过减少停机时间节省数百万成本。和硕模拟西高点胶，减少生产缺陷。广达使用西门子、Teamcenter X 和 Omniverse 来分析和规划多步骤流程。Quanta 通过 Cadence Reality Digital Twin 模拟测试数据中心的功率和冷却效率，并开发支持人工智能的物理机器人。每家公司都使用其数字孪生作为机器人健身房来开发、训练、测试和模拟机器人，无论是机械手、AMROS、人形机器人还是视觉人工智能代理，因为他们执行任务或作为一个多样化的舰队一起工作。我的整个主题演讲就是你的作品，太棒了。按理说，台湾在最先进产业的中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将来自的正中。按理说，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制造地区。因此，显而易见，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将改变我们所做的一切。因此，历史上第一次，你所做的工作彻底改变了每个行业。现在，它将回来彻底改变你的行业，这真的很不寻常。一开始我说 GeForce 把 AI 带到了这个世界，然后 AI 回来改造了 GeForce。你把人工智能带到了这个世界，人工智能现在会回来改变你所做的一切。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工作，谢谢你。